全家被判流放西北大漠，黄沙漫天，滴水贵如油。爹娘绝望痛哭，以为十死无生，我却坐在疯狂憋笑。没有996，没有 KPI， 这哪里是流放？明明是送我去当西域大喝的。石英砂、哈密瓜、修坎滴水、烧玻璃、建塞外江南，这片他漠简直是天堂。还有水吗？都怪爹当初不肯依附太子，才害得全家被褫夺官职，流放到这死亡之地。这白龙沙海连飞鸟都飞不过，咱们一家老小怕是都要交代在这里了。妹妹别怕，大哥就算不吃不喝，把命豁出去，也一定把你和娘背到安置点。谁懂啊？谁懂一个治沙水利双料工程师穿越到这片纯纯的处女地有多狂喜？这不是死亡之海，这是金山银山啊！高纯度硅砂能烧出最透亮的玻璃，超长日照加20度昼夜温差，种出来的哈密瓜和葡萄能甜掉牙。爹，大哥，别丧气，咱们不仅不会死，而且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婉清，你是不是热得发癔症了？这荒无人烟的大漠，除了沙子什么都没有，哪来的好日子？爹，我清醒得很，这地方看着荒凉，实则遍地是宝。只要活过眼前这关，我保证让全家顿顿吃香喝辣，再也不用受这份苦。都别歇着了，最后一口水喝完了，下一个水源地至少还有1天的路程，都给我打起精神，跟紧队伍。掉队了，老子可没工夫回头收拾。孙管事，求求你通融一下，我母亲身子弱，已经大半天滴水未进了，再熬1天，她绝对撑不住的。我们沈家还有些碎银子，都给你，只求你分我们一口水。沈大公子，你当我藏私是吧？这鬼天气，水分蒸发的比喝的还快，我的水囊也干了。这大漠里没有水就是没有水，就算是神仙来了也变不出来。孙管事，如果我能变出水来呢？沈家千金，你当这是京城的戏园子呢，还变出水来？你要是能在这干沙甕里凭空弄出水，我孙某人当场把这沙子吃下去。吃沙子就不必了，若我真能寻出水来，我要2个条件：第一，借你们差役的板车给我娘休息；第二，接下来的路程我们沈家的口粮翻倍。行，我跟你赌，你要是真能弄出水，别说板车和口粮，老子每天额外再分你们1条风干肉。要是弄不出来，就别怪我不客气，按扰乱军心处置。任凭处置。妹妹，你疯了？这怎么可能？你别胡闹！婉清，快给孙长叔赔罪，休要胡言乱语，激怒官差。爹，大哥，信我一次，就一次。大哥，拿铲子来，在这挖一个3尺深的圆坑，再把咱们那个破的洞会防水用布，还有干净的陶碗拿来。我看这沈家小姐是真疯了，挖个坑盖块布，水就能自己跑进去？哼，简直是天方夜谭。可不是嘛！等会儿他弄不出水，看他怎么收场。孙管事，心急喝不了冷水，咱们且等半个时辰，让太阳发力。水，真的出水了，真的有水了！妹妹，你太厉害了！娘，您先喝2口润润嗓子，慢点咽，别呛着。婉清，这水好甜。孙管事，这个法子只要有阳光、有低洼处的植物，就能源源不断的取水。用这套取水之法，换1辆板车和加倍的口粮，这笔买卖，你做是不做？沈姑娘，好手段！我孙某人说话算话。李三，去把后面那辆装杂物的板车腾出来，给沈夫人休息。晚上扎营，给沈家拿2条最好的风干肉，再多加2斤粗粮。成交。婉清，你这法子也太神奇了，你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爹，您忘了，
您书房里有一本前朝的西墨水经注，里面夹着几页残篇，讲的就是西墨取水之法。我小时候闲来无事翻看过，没想到今日竟派上了用场。果然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人诚不欺我。对，是有这么一本书。好啊，读书有用，读书真的有用啊！白龙沙海只是开始。黑水镇，我来了。属于我的塞外江南，就从这里正式起航。就这儿了，凑合住吧。记住，不许乱跑，不许闹事儿。每月初1领口粮。爹娘，你们在屋里歇着，我去镇子里的水井打些水来，很快回来。娘这一路都没好好喝口水，嘴唇都干裂起皮了。大哥，我跟你一起去，正好看看这黑水镇的情况。都听好了，大旱3年，地下水位暴跌，这口井一天就出这么点水，要活命的1两银子1碗，没钱的拿首饰、衣裳、粮食来抵，啥都没有的就等死。1两银子1碗浑水，你怎么不去抢？这是朝廷建的官井，什么时候成了你刘半村的私产？哟，京城来的流放犯，口气倒不小。在这黑水镇，老子的话就是王法，买不起就滚。不过这位姑娘要是把头上那只玉簪留下，老子大发慈悲，赏你们一口浑水。刘财主，这种喝了会拉肚子的泥沙水，你自己留着慢慢喝吧。我沈家的玉簪你还受不起。大哥，我们走。妹妹，不打水了，娘还在家等着呢。这口井的水脉快断了，撑不过10天就会彻底干涸。走，带上铲子和绳子，跟我去北边的烽火台。黄毛丫头大言不惭，老子倒要看看你们能去哪儿找水。等你们渴得跪地求饶的时候，老子就涨到10两银子1碗。风向西北，地势北高南低，2/1000的自然坡度，完美。天雪山冰雪融水顺着地势南下，地表温度太高，水流全部潜入地下，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地下暗河。黑水镇正好在暗河的下游必经之路。大哥，找到了！你看那边的雪山，雪水融化后渗进了地下，只要我们找准水脉，就能把冰凉甘甜的雪山融水直接引到咱们家院子里。引过来，妹妹，这雪山离这儿少说有几10里地啊！就算挖明渠，这沙子漏水又快，太阳又毒，水还没流到一半就没了。所以我们不挖明渠，我们挖暗渠。走，回去跟爹娘说，咱们干一件能让黑水镇所有人都喝上水的大事。爹娘大哥，这个工程叫坎儿井。我们沿着地下水脉的走向，每隔3丈挖一个竖井，用来出土和通风，然后在地下把这些竖井打通，连成一条倾斜的暗渠。暗渠在地下几丈深，太阳晒不到，水分不会蒸发，水流顺着地势自然流淌，最后从咱们院子后面的出水口出来。这水不仅能喝，还能用来浇地。巧夺天工，真是巧夺天工啊！看过无数水利奏导，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设计。可是晚清，这么浩大的工程，就凭咱们一家4口，要挖到什么时候啊？娘，咱们家现在还有多少家底？粗粮70斤，风干肉10斤，碎银5两，省吃俭用，咱们一家能撑3个月。要是雇人管2顿饱饭，20个壮劳力，只能撑10天。10天足够了。爹，黑水镇里有的是吃不上饭的流放犯和百姓，你以您前户部尚书的信誉去招募，就说干10天活，每天2顿管饱。工程完工后，他们每家终生免费喝我们的水。好，爹这一辈子别的没有，就是信誉还在。我这就去干了，反正渴死饿死也是死，跟着沈老爷干，还有完的。2/1000的坡度，多1分则水流太急冲刷渠壁，
少1分则水流停滞淤积，分毫不差。妹妹，这个深度够不够？完美，大哥，横向拖进，记得每隔1丈打1根支撑木。水，是水，真的是清澈的水，甜的，是凉的，太甜了！刘老爷，大小姐，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乡亲们，快起来！我说过，只要水通了，这水大家随便喝，永远免费。水呢？我的水呢？怎么会干了？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好了，沈家的坎儿井出水了，全镇的人都跑去他们家喝水了。完了，全完了，我的摇琴树没了。水有了，人心也有了，接下来就是开垦荒地，种出粮食和瓜果，让这片沙漠变成绿洲。不过，刘半城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背后的靠山，当整个西木军政的镇西将军，也该注意到黑水镇的动静。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各位乡亲，水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要解决饭碗。这片荒地从今天起全部开垦，沈家出种子、出水、出技术，你们出劳力，收成之后刨去成本，沈家与大家5-5分账。沈大小姐，不是我们不肯出力，可这白龙沙海的沙子连根野草都长不壮，哪能种庄稼呀？婉清啊，你这些种子看着古怪，真能在沙地里活下来？爹，老伯，你们只知其一知其二，这沙土透气性极好，有水灌溉，根能扎得比石头还深。而且你们看，大漠白天日照足，瓜果拼命在养分，我敢保证，这里种卖出来的瓜比江南郡蜜糖还甜10倍。这里的棉花能让大家冬天再也不用挨冻。的兄弟们就是这家人，决断了老子的财路。今天把院子围了，这几个京城来的细皮嫩肉绑了卖去关外。大哥，放下扁担，别脏了手，退后。死到临头还装腔作势，给我上！3、2、1。流沙是流沙坑，这不是天然流沙，是空气流沙池。坑底铺空心主管，水一灌进去，沙子就全浮起来了。表面看着硬，一踩就陷。刘财主，带人擅闯民宅可是要杀头的，你们就在这坑里好好凉快凉快。大漠活阎王，玄甲军主帅穆之言。这黑水镇何时有了这等奇观？谁是主事？民女陈婉清，见过穆将军。这坎儿鹑和虾田皆是沈家所为。沈家，京城那个被流放的户部尚书沈重山，你们倒是好本事。连黑风寨都栽在了你们手里。我麾下3000玄甲军断水2日，朝廷粮草未到，你这水源，本将军征用了。将军的玄甲军确实威武，只是我看将士们的棉衣都已经破得漏柳絮了。再过1个月，大漠就入冬了，滴水成冰。将军觉得，光靠我这一池子水，能让3000将士熬过凛冬吗？你在威胁本将。民女不敢。民女是想跟将军谈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将军缺的不只是水，还有粮草、冬衣、军费。强占一口井水，总有喝完的一天。但如果将军愿意护我沈家在黑水镇的安全，不让任何人，包括京城的手伸到这里来，今年入冬之前，我包你麾下3000铁骑，顿顿有热饭，人人有新棉衣穿。
沈婉清，好大的口气！这只马鞭是我穆之言的性命。从今日起，黑水镇方圆100里，谁敢动你沈家一根头发，就是与我玄甲军为敌。在入冬之前，若看不到你承诺的粮草和棉衣，我会亲自来收走这口井，还有你的脑袋。一言为定，穆将军，合作愉快。把刘半城和这些杀贼一并押往郡守府，按律定罪，不得私刑处置。水有了，地有了，现在连最硬的靠山也有了。刘半城的威胁解除了，但京城里那些想置沈家于死地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不过没关系，从今天起，这片大漠我说了算。婉清啊，你这哪里是种地，你这是在沙子里种金子。这长绒棉的纤维比江南郡最顶级的丝棉还要长3倍，做成冬衣，一件顶10件普通棉服，再大的风雪都不怕。老夫活了50多年，连皇宫御宴上的贡瓜都没有这么甜。这沙田法简直是神乎其技的法子，要是能推广到整个西漠，不知能救活多少百姓。妹妹，200亩地全部收完了，净棉足8000斤，瓜果更是堆得没地方放。咱们自己留了一点过冬的，剩下的全打包好了。这棉花为何如此保暖？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棉花。穆将军，这是8000斤极品长绒棉，我已经教了镇里的妇人们新的蓄棉法，做成的棉衣不会成团板结。这8000斤足够给您3000将士每人做一套从头到脚的冬衣，还能余下不少做睡袋和帐篷内衬。沈婉清，你救了我玄甲军无数将士的命，这笔恩情我穆之言记下了。有了这批棉衣，今年冬天玄甲军的战斗力至少能翻1倍。这是500两银子，买棉花的钱。我玄甲军虽穷，但绝不白拿别人的东西。将军，钱我收下，因为沈家接下来要干一件更烧钱的大事。种地虽然赚钱，但1年只能收1季。要让黑水镇真正富甲一方，成为西漠的咽喉，光靠种地远远不够。哦，你还有什么本事？我要把这满地不值钱的沙子，变成全天下最昂贵的稀世珍宝。婉清，你要的纯碱，爹从西漠珊瑚刮回来了。石灰石，你大哥也从北圣山凿来了。可把这些东西跟白沙子混在一起烧，真能烧出你说的那种透明琉璃？那可是西漠进贡的宝贝，一件就值1000斤呐！爹，琉璃并不神秘，咱们白龙沙海的沙子是天底下最纯净的石英砂，只要配比对了，再烧到足够高的温度，沙子就会融化，变成透明的琉璃。这不是什么神奇的本事，这是古人智慧与实践结合的造物之术。火候到了，开炉！奇迹，这简直是奇迹啊！老朽在京城琉璃坊做了30年工匠，见过最好的琉璃也是半透明的，还有无数杂质。如此纯净无瑕的琉璃，就是献给皇上，也能换一个侯爵之位呀！
发财了，妹妹，咱们真的发财了！这满地的沙子全都是银子啊！以后谁还敢说咱们沈家是流放的罪臣？进贡？不，把配方交给朝廷，只会引来杀身之祸。我们要垄断整个西漠的琉璃生意。娘，接下来你要管的账目会比现在多10倍100倍。爹，大哥，我们立刻扩建3座高炉。除了杯子，我还要做能照出人影的玻璃镜，能当风透光的玻璃窗。我要在这西漠商道的咽喉上建一座全玻璃打造的海市蜃楼客栈。我要让所有路过的西漠商人为了我们的琉璃心甘情愿地把金山银山搬来黑水镇。沈婉清，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本vương不知道的？只要将军的玄甲军够硬，能守住这黑水镇，我的惊喜就无穷无尽。接下来我们要赚西漠36国的钱，将军有没有兴趣入一股？好，好一个无穷无尽！以后你要人，我给你人；你要护卫，我给你护卫。谁敢拦你的财道，我玄甲军就依法处置谁。这西漠的商道，从今往后，你沈家说了算。京城里的那些仇人，你们以为把我们流放到白龙沙海，就能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吗？你们等着吧，用不了多久，我会带着沈家的商队和积累的财富，堂堂正正回到京城。那些欠了我们沈家的，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讨回公道。老天啊，那是什么？难道是大漠里的奇观？我们出现幻觉了吗？各位贵客远道而来，一路辛苦，外面风沙大，里面请，喝杯冰酒解解乏。这是天然水晶，这么大整块的水晶做窗户，这是哪位贵人的府邸呀？太神奇了，它能挡住风沙，却挡不住光，这是前所未见的造物。蒲松老爷见笑了，这不是水晶，是我沈家独家少制的琉璃，不仅能做窗户，还能用来装酒。太美了，这是盛装美酒的极品器皿，就算是我们的首领也没有这样的宝贝。沈老板，这杯子我要了，10两黄金一个，你有多少我要多少。蒲松，你太贪心了，我出15两黄金，沈老板卖给我。各位老板别急，琉璃杯虽好，但还算不上我这海市蜃楼的镇店之宝。天啊，这是什么东西？哦，这是倒影，是绝对真实的倒影，比铜镜清楚1万倍。这下竟然有此等宝镜！各位试想一下，若是将这面幻影宝镜运回你们的都城，献给首领夫人，或者卖给那些最富有的贵夫人，他们愿意出多少钱？这已经不是普通商品了，这是能换来地位、换来特权的无价之宝。沈老板，我不废话了，我这次带来的100匹上等波兹马，
500斤极品藏红花，外加2万两白银，全部给你，只求换这一面镜子和10个杯子。护送你休想独吞，我出1万两黄金，再加30匹骆驼。海市蜃楼是做雅致买卖的地方，谁要是想在这里撒野，先问问我玄甲军的规矩，答不答应？将军息怒，和气生财吗？都看清楚了，沈家商户由我穆之言亲自护着。沈老板定的规矩，就是这白龙沙海的规矩。想要好东西，就老老实实按规矩竞价。谁敢用强，谁敢赖账，谁敢在半路截杀沈家的货，我玄甲军必将其交由官府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这面大号幻影宝镜，本月仅此一面，起拍价1万两白银，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两。婉清，算出来了，今天一天的流水，足足11万两白银，11万两啊，抵得上你爹做50年户部尚书的俸禄了。老夫当年掌管户部国库，一年也不过几百万两入账，你这半天的进账，简直富甲一方啊！我刚去看了咱们换来的那些波子马，个个神俊的很。妹妹说能吃香喝辣，果然没骗咱们。将军，今天多谢你了，没有你那块兵符镇场子，这笔钱我赚的没这么安稳。这利润里有你的一半，我已经让娘单独给你列出来了。我不要钱。哦，那将军想要什么？这大漠里还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吗？我用3000玄甲军的性命，还有这大漠的绝对控制权入股。沈婉清，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做我玄甲军的总军需官。以后你赚你的钱，我守我的疆土。我为你守护商道安宁，扫平一切障碍。你负责让我的军队成为天下无敌的雄狮。这天下迟早会乱，而我只把后背交给你。好，穆将军，既然你敢赌，我沈婉清就陪你赌一把。我们就在这大漠里建一个谁也撼动不了的繁荣家园。不仅是西漠商贾，我要让京城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以后吃穿用度都得看我沈家的脸色。从今天起，我和穆之言就是这大漠最牢不可破的同盟。京城里的那些人，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这等夺天地造化的器物，当真出自白龙沙海，出自那个被孤流放的罪臣之女沈婉清之手。殿下，千真万确。西漠密报，沈家不仅烧出了琉璃，还在沙漠里种出了高产棉花，建了一座全是琉璃窗户的骰氏蜃楼客栈。如今西漠各部商人挤破头去抢他们的货，一面小镜子就能换一座城池的财富。沈家现在日进斗金，富甲一方啊！好一个沈婉清，孤倒是小看了你。这琉璃秘方绝不能落在罪臣手中，有了它，国库何愁不充盈？孤的皇位何愁不稳固？赵大人，孤受你钦差之职，带1000精锐禁军，即刻前往黑水镇。对外就说孤念及旧情，特赦沈家无罪，准许他们回京。但条件是，沈婉清必须随你回京，沈家所有财富和琉璃秘方全部上交朝廷。他若敢不从，就给孤就地拿下，秘方宁可毁了，也不能留给别人。
微臣遵旨。沈家不过是一群流放犯，面对朝廷天威，岂敢不从？微臣定将沈婉清和秘方完好无损地带回京城，献给殿下。上京眼线急报，萧承衍看到你的镜子了。他派赵钦差带1000禁军出关，明密上是平反赦免，实则是要强夺秘方和家产，还要把你带回京城。算算日子，最多半个月，他们就到了。钦差，1000禁军，婉清啊，这可如何是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朝廷大军压境，我们终究是戴罪之身，怎么抗衡得了啊？他们休想！当初把我们全家往死里逼，现在看我们好了又来抢。妹妹别怕，大哥就算拼了这条命，也绝不让他们动你一根手指头。爹，大哥，别慌。我既然敢把镜子卖到西漠，就早料到京城会眼红。萧承衍是什么货色，我比谁都清楚。他想要秘方，没那么容易。将军，若禁军强行攻城，你的玄甲军能挡吗？我的兵符已经给了你，在这白龙沙海，我的话才是规矩。他若敢硬来，我玄甲军必让他无功而返。只是黑水镇无险可守，原来的土墙风化严重，一阵大风都能吹倒。禁军若是围困城池，切断商道，我们就被动了。将军说的对，没有硬壳，再多的财富也只是别人的盘中吃。所以这半个月我没让工坊烧玻璃，而是在烧另一样东西。半个月时间足够我给黑水镇披上一层谁也打不碎的铠甲。这是我用反射炉把石灰石、粘土和石膏按比例混合炼烧，再磨成的细粉，我叫它水泥。大哥，3天后你再来看看它。是比土坯结实点，不过也没什么稀奇的吧。大哥，去把你那柄50斤重的铁木大锤拿来，用你最大的力气砸它。太神奇了，这是什么东西？我的大锤都断了，他居然没事。这东西若是用来打翻别说1000禁军，就是10万大军，带着攻城锤也休想攻破。没错，这就是混凝土，它能塑造成任何形状，凝固后水火不侵，坚不可摧。我要在半个月内用它把整个黑水镇建成一座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坚不可摧的要塞。等会儿进了城，不用客气，先把沈婉清拿下，再抄了他们的家产。一群流放犯也配拥有这样的富贵，真是笑话。大人说的是，等咱们立了功，殿下肯定重重有赏。大人，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是什么东西？半个月前的密报，这里明明还是一座土城啊！不可能，这不可能！谁能在半个月内用整块的巨石雕出一座城池来？
这根本不是人力能做到的，这简直是奇迹！狐假虎威的东西也敢来我的地盘撒野？要不要我带一队骑兵出去震慑一下？不用，杀人是最低级的手段，我要让他们自己乖乖滚回去，还要让萧成寒知道，这西漠的天从今天起变了，他再也别想对我们指手画脚。城上的人听着，本官乃当朝钦差，奉太子殿下千岁之命，特来宣读恩旨。沈家当年一案，实属误会，太子殿下仁慈，特赦沈家无罪，即刻随本官返回上京，官复原职。但需将琉璃秘方及一切产业悉数上交国库，以报天恩。赵大人，大漠风沙大，您的天恩，我在这上头听得不太亲切啊，麻烦您再大点声。放肆沈万清，你休要故弄玄虚！本官代表的是朝廷，速速打开城门，交出配方，随本官回京受赏。若是抗旨不遵，我身后这1000精锐，片刻间就能攻破你这堡垒。攻破？赵大人，您不妨抬头好好看看这墙，这是我沈家用大漠特产的石灰浇筑而成，棍打不动，火烧不烂。您说要没收我沈家的产业，这城墙便是我最大的产业。您要是想要，大可连根拔起，打包运回上京，献给太子殿下。冥顽不灵，众将士听令，准备攻城。大人，这没法攻啊！我们没带重型壮木，就算带了，这墙比铁还硬，根本撞不动。云气也搭不住啊！墙面比冰还滑，人一上去就得摔下来。赵大人，您出京走得太急，连衣服都没收拾好吧？您左脚的教靴侧面破了个铜钱大的洞，走路漏风，一定很不舒服吧？还有您腰间挂的那块羊脂玉佩，右下角是不是有一道指甲盖长短的裂纹？那是上个月您跟人下棋输了，不小心摔的吧？邪门！你这是什么邪门的法子？能千里弑吾？这不是邪门的法子，这是智慧。在我的眼里，你们这1000人的阵型、兵器，甚至每个人脸上的毛孔，都无所遁形。你们以为站在500步外很安全，殊不知，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既然你们不信我沈家的实力，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聚光之火。3、2、1。火！着火了！他们能凭空点火，这太可怕了！再不走就要被烧成灰了！不可能，这不可能！若是这光照在人身上，岂不是连木盾都要瞬间烧穿？赵
赵钦差，看在同朝为官的份上，我给你指条明路。你们带的水，在穿过白龙沙海的时候，就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吧？这黑水镇方圆10里，除了城里的坎儿井，外面没有一滴活水。这门我们不会开，这聚光之火的滋味，你们也尝到了。你们现在又有2个选择：第一，留在这里强攻，然后被大火烧成灰烬，或者在沙漠里活活渴死；第二，现在就调转码头，滚回上京，告诉萧承元，这西漠的天高得很，他的手伸不过来。撤！立刻回上京！晚清啊，不战而屈人之兵，简直比诸葛武后还要神机妙算，爹为你骄傲！痛快，太痛快了！看那群平时在京城里作威作福的狗官，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我这心里这口恶气，总算是出了。晚清有你在，我这3000玄甲军，怕是以后连出马鞭的机会都没有了。将军的马鞭应该留给更广阔的天地。今天赶走了一个钦差，萧承彦绝不会善罢甘休。但从今天起，黑水镇就是西漠不可撼动的铜墙铁壁。接下来，我们该转守为攻了。哦，你想怎么攻？朝廷不是缺钱吗？那我们就用手里的琉璃、棉布、香料和粮食，彻底掌管大雍朝的经济命脉。我要让上京的那些达官贵人吃一口糖，穿一件衣，照一面镜子，都要看我们沈家的心情。当他们发现整个国家的钱袋子都被我们捏在手里时，他们会比今天的赵青山更加恐惧。好，好一个经济命脉！晚清，你只管放手去做，要钱我给你钱，要人我给你人，谁敢挡你的路，我玄甲军就依法处置谁。这西漠的繁荣，迟早由我们开创。萧承言，这只是一个开始。你欠我们沈家的，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公道。晚清啊，你发明的这个大漠卫票，简直太神奇了！现在西漠和关内的商人再也不用拉着几大车金银跑商了，都心甘情愿把钱存进咱们的银庄，换这轻飘飘的纸。咱们现在的现银储备比国库还要多10倍。娘，这叫货币信誉。只要全天下的商人都认沈家的玉票，我们沈家就是大雍朝真正掌握经济话语权的人。过去1年，我没有动刀兵，而是推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变革，用琉璃宝镜满足了权贵阶层的消费需求，用白糖和棉布丰富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大雍的白银正像江河入海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向白龙沙海。晚清，好消息！萧承彦那边快撑不住了，国库空虚，连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了。前阵子江南郡水灾，朝廷想赈灾，打开国库一看，现银不足10万两。现在上京物价飞涨，各大商行更认可咱们沈家的汇票，结算起来比官银还方便。哈哈哈，痛快，真是太痛快了！哈哈哈哈。当初他们把我们往死里逼，现在也该尝尝难处了。
这就叫经济规律。萧承言以为手握玉玺就是天下之主，却不知道保障了粮食、布匹、盐糖供进和商业流通的人，才能真正稳定天下。算算日子，朝廷派来商议的特使也该到了。业，共同建设这片土地。用的竟然全是沈家的汇票，户部收不上税银，官员们竟然上奏，要求朝廷用沈家的汇票发俸禄。钱大人，孤命你即刻下旨，全国整顿沈家银行，规范汇票的使用范围，谁敢借机扰乱市场，按扰乱经济秩序论处。殿下息怒，万万不可操之过急呀！如今国库空虚，账面上的现银连维持各地驻军半个月的开销都不够。市面上的现银90%以上都在沈家的金库里。若是此刻强行限制玉票，全天下的商铺会瞬间停业，百姓手里的汇票无法流通，民生会立刻陷入混乱啊！你说什么？孤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连规范一个商号的权利都没有了！殿下，不仅如此，北疆5万守军昨日急报，朝廷迟迟发不出东衣，将士们怨声载道。是穆之言将军以个人名义向沈家借了10万套长绒棉衣送了过去。如今北疆的将士都感念穆将军与沈大老板的恩情，军心更加稳定了。完了，全完，没有造反的兵马，没有逼宫的刀剑，可朝廷的治理已经跟不上天下的变化了。婉清啊，娘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能看到你穿上这么美的嫁衣。想当年我们被流放，以为只能死在沙漠里，没想到你竟然凭着自己的本事创下了这么大的基业。这排场，就算是当年的公主出嫁也比不上啊！娘，排场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今往后，我们沈家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活着。婉清，穆将军送来的聘礼，老夫这辈子都没见过，没有金银珠宝，没有绫罗绸绉。哦，那他送了什么？妹妹，他送了西漠36部族的通商免税铁器，还有3000玄甲军所有将领联名签署的同心书。更让人感动的是，西漠各部的首领听说你们大婚，全都派了使节来，牵着上百头骆驼，送来了无数的珍宝和战马，现在全在城门外等着呢。既然他这么有诚意，我们沈家的嫁妆也不能含糊。传我的话，将未来10年大漠明珠每年30%的纯利润全部拉入玄甲军军备账户。我要让他的军队不仅能守一方平安，还要装备上全天下最先进的器械。妹妹，走吧，大哥送你出家。婉清，我来接你了。穆将军，这条路以后可不好走。你要是现在反悔，我可不推聘你。我穆之言认准的人，就算是风雨同舟，也绝不松手。从今天起，你不仅是西漠的商业守护者，更是我穆之言生生世世的唯一。